Hello，半斤早上好。哎呀，起床了。半斤昨天睡得怎么样？还行吧。我现在重新把车整理好了。昨天呢，我们车就是停在这个车巴河旁边的，这里是个篮球场，很多车都停在这里，小型停车场吧，也算是一个。现在起来还是有点下小雨的，就是淅淅沥沥的那种小雨，不过没有很大。这个泥巴村，泥巴在藏语里面的名字呢是向阳光的山坡，但是很可惜今天没有阳光。山坡上呢能看得到他们这个百年藏寨那些古老的房子。现在先带半斤，来半斤把绳子拿过来，绳子，乖。现在先带半斤溜一下。啊，外面下的雨还挺大的，衣服都湿了。刚起床就开始下雨。怎么感觉这个我到哪里，这个雨就到哪里呢？怎么感觉我最近成了雨神了？昨天我来这里还没有下雨呢，今天早上一起来就下雨了。如果等不到它放晴的话，我就直接走了，直接去扎古路镇，因为一直等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放晴啊。万一等到明天都没放晴怎么办？对面山坡上呢，就是有200年历史的藏寨了，就是那些土房子，跟我之前去的橙子古村很像，就弥勒的那个橙子古村了。因为我这里看的是那个房子比较少的，换个地方吧。街上很冷清啊，好像很多村民都去放牧了。走洛克之路走过来的牧场，那些牛羊全是这个村民在放的。在河的对岸呢，就是以前村民泥巴村村民他们住的老房子，全部都是泥巴房，就那个夯土所建成的。哦，应该就是这里了，这里有座桥，对面就是那个房子，藏寨的房子。把车停在这个小广场这里，准备到这个泥巴村，就是前面的这个百年藏寨去逛一下。这桥的旁边就是一个很长的转经长廊，全是转经筒，当地的老人家在转经。桥的左右两边都是转经的地方。车巴河上面就是这个百年藏寨，百年藏寨是依着山坡而建的，层层叠叠。感觉好像是一个房子搭在一个房子上边的那种。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利用风能来转经的，风一吹它就会转。这里是异地扶贫的一个安置点，所以说山上的那些村民应该都搬下山来了，搬到河的对岸这里。我现在已经走到这个村寨这里了，但是没看到有人，感觉整个地方好像都被废弃了一样。不过我很好奇，他们为什么要把这是牛粪吗？浮在墙上？因为我刚刚去那个村落里面去看呢，感觉它这个村落保护的并不是特别好，就是很多房子都已经拆掉了，然后村民自己重新盖了新的房子，并且村子里面也很冷清，好像人都搬走了一样，应该都是搬到对面的这边新区来了吧。整个天都是灰色的，看不到乌云，但是一直在下雨。封路了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好像是前面在施工吧。我过去问一下要多久。原来他们这个柏油路是刚铺的，还是热的，地面还是烫的，所以要等，也不知道等多久，10分钟、半个小时、1个小时都有可能。2000 years later。好通车了，可以继续走了。现在已经到达扎古路镇了，这里就是镇上。我现在还是不在扎古路镇逗留吧，直接去合作市。一走完洛克之路，离开了扎古路镇，蓝天白云就出现了。搁这玩呢，这是。虽然去合作市这条路景色并没有说特别美，但是有了蓝天白云的加持，也是很不错的。来到一个观景台这里还有一个卓尼的旅游地图。对面山上还看得到卓尼2个字。这个观景台呢，是我前往合作市的路上看到的。这个叫做卓尼县的红山口观景台，这里海拔是3190米。我发现我走到这边，这个乌云又飘过来了，看来我又把这个雨给带来这一边。
想下去牧羊吗？现在到了合作室了，准备去先拿一下快递。现在我跟半斤呢是已经入住了合作室的一家宾馆了，然后很不幸的，一进入这个市区，那个宾馆的老板就跟我们说，合作室已经封城了，就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不能进不能出，任何人都是，包括所有的车辆都是在这里不能进不能出的。我觉得今年对旅游自媒体来说真的越来越难了，因为现在这个疫情啊，真的是在各个城市里边都有出现了，所以说很多城市呢，要么就不给进，要么就进去了要隔离，或者进去了你就出不来，或者像合作室这样子的，就是不能进也不能出。像我们这种很多个城市不停的走的，就比较麻烦一些。我刚来的时候合作室还是晴天的，现在又下雨了。你就那么喜欢看外面的风景吗，半斤？啊？你看吧，让你看个够。我觉得半斤趴在窗边，好像小孩子一样，静静的看着这个景色。现在因为封城的关系，外边都没有车了。哦，有那个什么三轮车，看到一个三轮车在走过。人是可以出去的，这个宾馆，我遛狗是可以出去的，半斤对吧？遛你还是可以出去的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这街上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，找不到有卖吃的。算了，我还是自己回宾馆去弄点吃的吧，因为外边太冷了，一下起雨来感觉就已经到了几度。这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，空寥寥的。这个是我姐姐给我寄的快递，红糖年糕。嘿，待会儿就煎这个吃吧，煎年糕吃。半斤一看就想吃，肚子饿了吧？还有 SO 酱。这个 SO 酱也是我姐姐自己独家的配方做出来的，待会可以尝一下味道怎么样。我姐这个红糖年糕现在呢是做的比较小块一点，方便保存，都是单独包装的，这么小块，切成一块一块的，切厚一点，方便煎。我闻到好香的那个红糖的味道啊，因为里面加的是红糖，所以会有这个香甜的味道飘出来。像这个年糕呢，即使不煎也是可以直接吃的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但是直接吃呢，它并没有煎过之后口感那么好，因为煎过之后它比较软嘛，吃起来口感会好一点。需要把火调小一点，不然的话这个年糕煎了会容易焦。像这一块年糕煎的已经软软的就可以了，把它放一边，待会可以吃。像这一块也可以了。当当，这个就是煎好的年糕了，我把它全部都放在这个砧板上边。然后还有2块是失败了的，因为当时没有掌握好这个火候，调大了把它给煎焦了。现在就要尝一下我的杰作了，就是这个红糖年糕，自己煎的。好吃。外表被我煎的有点酥脆，然后里面就是软软糯糯的，很好吃。这个红糖年糕呢不会特别的甜，但是呢会有一点香甜的感觉，但是不会腻，吃起来不会腻，特别的好吃。特别是外表的这一层皮煎出来是脆脆的，就说咬下去口感特别的好，然后里面又是软软糯糯的，好好吃。客家人吃的特别多，就是每逢过年啊或者过节啊都会煎来吃的。我在想半斤可以吃吗？要不给一点吧，给半斤吃吧。来吃吧。
如果大家对这个红糖年糕感兴趣的话呢，我把它放在这个视频下方的链接里边，大家想买的话呢，就直接点链接买就好了。因为刚刚这个年糕是用油煎的嘛，所以没有给半斤吃太多，就给他吃正常的狗粮就好了。担心他吃太多油腻的拉肚子。我吃这个年糕真的吃饱了，一个就已经吃饱了。好吧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接下来2天应该会直播跟大家聊聊天的，然后等解封了，我们就开始去走其他的线路。今天视频到这里了，再见，拜拜。